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瘫坐在地上，浑身是血，我不知道这是丧尸的血还是我自己的血。呼吸，剧烈的呼吸，我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紧闭双眼，努力让自己的身体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我只是想起了几个月前丧尸病毒还没爆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我读高3，刚刚下课，因为临近高考，班级里有一半的人仍坐在座位上刷题。我快步走到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心里的烦闷和课上的困倦都消减了一些。每天熬夜高强度学习，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喂，郑旭！旁边蹲在厕所坑位里偷偷看手机的王阳喊了我一下，你看这条新闻。我拿过手机扫了眼屏幕，新闻说的是最近在世界多地爆发了一种新型病毒，蔓延速度极快，目前各国已经开始合作研发疫苗。我一脸不屑地看着王阳说道，就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哪年还没个灾没个难了？咱们防控的好，这事轮不到你操心，赶紧把你数学作业补完的了。王阳一边收起手机一边说道，那倒也是，走，打预备铃了，赶紧回班，还剩最后一节数学课就放学。听了一会，我再也抵挡不住困意，叮嘱好同桌王阳好好听课，下午给我讲题，我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朦胧中听到身后女同学说道，老师，丁玉诺不舒服。数学老师快步走到坐在教室后面的丁玉诺身边，摸了摸他的头，皱眉说道，有点烫，你们俩扶着他去门卫室，打电话让他家长来接，还剩差不多20分钟。其他同学把这几天的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中午到家吃过饭，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热搜上显示丧尸病毒爆发。我随手打开看了看，都是网民在说新型病毒是丧尸病毒，感染者会变得像丧尸一样见人就咬。这时我爸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说道，儿子，我看新闻上说好像最近有什么挺厉害的传染病啊，你买好口罩，做好防护。我也赶忙回应道，爸呀，我看这个病毒不简单啊，你赶紧多买点吃的喝的备着吧，没啥事就别出门了。听到我爸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才不安地挂了电话。我爸在老家种水稻供我读书上学，给我在江市租了一间房子，办了走读，让我不用住宿舍。我奶奶则是来到江市陪读，跟我住在一起，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告诉正在浇花的奶奶，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就走出家门赶去上学。家里的吃喝我不用担心，老人都比较节省，家里的冰箱堆满了减价时奶奶买的食物。刚到班级，我便发觉气氛十分压抑古怪。同桌压低声音告诉我，上午请假的丁玉诺出车祸了，整辆车都撞扁了，救护车上的司机和医生，还有大货车司机全部当场死亡。听到这儿，我心里一沉，但那个大货车司机是什么情况？酒驾？报复社会？想到这儿，同桌突然补了一句，听说那个大货车司机感染了病毒，怎么现在连我们江市都有感染案例了？嗡嗡，班级上方的学校广播突然传来一阵杂音，下面播报一则紧急通知，由于我市出现新型病毒感染病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食物由学校食堂免费提供，所有人员不得外出。再播报一。不等播报完毕，班里就炸开了锅。封校？学校有毛病吧？戴口罩不就好了吗？早知道把手机带来了，我今晚还得出去补课呀。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事态竟然已经严重到封校的地步了。我顿时担心起了我奶奶还有我爸爸，不知道他俩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班级里很多座位是空着的。下午有将近1小半的同学没来上课，难道也是因为丧尸病毒？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阴沉的可怕，仿佛在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降生。丧尸病毒爆发，而我只是个普通高中生，我只想活下去。我校实施紧急封校，全体人员不得外出。接上文。30分钟大课间，我和王阳准备补一觉，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听到班级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叫喊声，还有很多人在走廊奔跑的声音。我抬起头，刚要起身到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张信突然一头扎进了教室，差点扑到我的桌子上。他的神色极度惊恐，他语无伦次的大喊，他妈的，丧尸！丧尸！真他妈有丧尸！不等他说完，我冲到班级门口，看到走廊里的人全部在惊慌的奔跑，方向不一。我踮起脚望向走廊两边的尽头，这一看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有一大群人仿佛失去理智一般在追赶着逃跑的人，有同学被他们追上之后就被立即扑倒撕咬，血染红了他们的校服。被撕咬的同学开膛破肚，根本无力挣扎。那些躺在地上仿佛死去了的尸体在短暂的安静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加入到追逐活人的队伍里。丧尸真的爆发了！我已经被这血腥的场面震惊的愣在了原地。这时丧尸群已经接近了班级门口，张信狠狠地给了我一拳，大喊道，别他妈愣神了，赶紧关门！压制住恐惧，和张信立马把前门关上，插上了门栓，用身子抵住了门。咣门被剧烈的撞击，透过门玻璃我看见门外是我班的同学。刚要开门，张信立马把我的手拍了下去，你他妈是不是傻？他们被没被咬你他妈知道吗？门外的同学还在不停地锤击着门，嘴里还一直冲我和张信喊着救命。我实在是受不了，推开张信，打开了门，把门外的几个同学放了进来。几个人刚进来，立马回身要把门抵住，可是丧尸群已经扑到了门前，一股巨力从门上传来，我们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劲也关不上门。一只丧尸嘶吼着，半个身子已经探了进来，在我的身上抓摸着，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进我的鼻腔，让我止不住地干呕。这时我余光扫到冯小旭也在教室里，冯小旭是我暗恋的女生，她正不知所措地捂着嘴巴站在讲台上。我冲她大喊，躲到讲台里面。他还在原地愣神，我用尽全身力气冲他吼道，赶紧的，躲到讲台里面。他赶紧转身打开讲台下面的铁门钻了进去。我看着门外的丧尸，又回头冲着冯小旭喊道，冯小旭，我他妈喜欢你。王阳下课一直在睡觉，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看向门口的丧尸，冲我大喊一声，你躲开一点。随后对准那只半个身子探进来的丧尸狠狠踹了一脚，那个丧尸仰面向后倒去，把他身后的丧尸压得后退了几步。得到机会，我们几个男生立马把门关严。门外的丧尸更加疯狂地拍打着门，伴着嘶吼声，掺杂了血液的口水被喷在门玻璃上，木质的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和几个同学只能死死地抵住门。但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惊恐地告诉张信，后门好像还没关。
我们几个人一起看向后门，大课间班级本来就没多少人，此时后门只有2个女生和1个男生在抵着门，作用却十分有限。一只丧尸连带着脑袋已经大半个身子进入门内，有一个女生突然蹲在了地上哇哇呕吐，那呕吐的女生蹲在了地上，少了1个人抵门，后门顿时被丧尸冲开。另一个男生刚想上前关门，却直接被进来的几只丧尸扑倒，而那个蹲在地上的女生见到身边的男生正在被丧尸撕咬，受到了刺激，突然发了疯一般的尖叫着向外跑去，结果刚出门我就听见尖叫声戛然而止。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显示是我老公，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会在凌晨2点死亡。可他现在分明就躺在我旁边睡得正香。我扭头看向了一旁发出均匀呼吸声的许江，他闭着眼睛正在熟睡，他的手机也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充电。可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的确是许江的声音，就连来电显示也是许江的号码。小冉，他的声音听起来激动又震惊，还带着一丝哽咽。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紧接着我听到手机里传来了许江急促的呼吸声。小冉，你那边是几点？我再次扭头确认躺在我身边的确实是许江。我虽然心里震惊的一批，但还是老实回答10点。许江很明显地喘了一口气，还有时间。小冉，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惊讶，但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我这里的时间是1周后，我刚好参加完你的葬礼，你会在凌晨2点死去，也就是4个小时之后。死因是许江的语气停顿了一下，这实在太离谱了。我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电话，或许有人录下了许江的声音，又用 AI 提取伪造了一段。但当我拿看到许江的手机的时候，一股寒意从我尾椎骨升起。许江的手机上显示正在通话中，而通话的对象是我，这的确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电话。我很快冷静了下来，你的死因是高空坠落，警察调查的结果是你失足从3楼摔下，因为你是头着地的，所以直接造成了你的死。但是我不相信你是失足死的，现在的我恐怕已经睡着了吧。小冉，请你马上把我叫醒，并且让我保持清醒，不要睡着，因为我迷迷糊糊听到了你和杨宇的争吵声，然后就是你从楼上坠落发出的巨响。我怀疑是杨宇杀死了你，这一次我绝对要保护好你。杨宇是我的闺蜜，今天早晨我们3人一起来到了这幢位于深山上的别墅。这幢别墅是许江父母出国前购置的，本来我们预计在傍晚下山，但不料突然遇到暴雨，山体发生滑坡，只能在别墅上过一夜。巨大的信息量让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我还想询问许江，电话却突兀地挂断了。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出了一行字，通话次数5，通话时间刚好是1分钟。难道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能和未来的许江通话的次数？可我却很难相信杨宇会杀了我，因为我和杨宇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我们关系好的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我还是决定先叫醒许江，但许江不知为何睡得非常的沉，不管我怎么拍打他，他就是睡得很死，这不太像是正常的睡眠。许江患有轻度的焦虑症，他非常的浅眠，只要一点动静他就可以醒来。我突然想起晚上许江曾喝下了杨宇递来的一瓶矿泉水，难道这个水里被杨宇加了什么东西？我心里一沉。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下一秒杨宇的声音响起，小冉，你睡了吗？如果没睡可以出来陪我聊聊天吗？他的声音和往常的相比有些沉闷，像是捂着嘴巴说话一样。此时窗外闪过一道惊雷，豆大的雨点撞在玻璃上，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房间的门没有锁，我深呼吸一口气，光着脚踩在了地上。虽然我已经以最小的动静来到了门前，但没想到杨宇的耳朵竟然如此敏锐。我听见声音了，小冉，你还没有睡对吗？我颤抖着咬住嘴唇。杨宇又说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不说话？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准备将门锁上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门根本就不能反锁。我很担心你，我可以进来吗？杨宇的声音带着忧虑。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出声的话，杨宇绝对会开门进来。我平稳了一下呼吸，说道，小雨，我刚醒上了一个厕所，我今天有点累，我们明天再聊吧。门外陷入了一阵良久的沉默，最后我听到杨宇说了一个好，我松了一口气。但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了，来电显示是杨宇的名字。我皱起眉头，还是接起了电话。小冉，是小冉吗？杨宇的声音显得惊喜又难以置信。是我。我不明白杨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下一秒手机那头传来了他激动的嚎啕大哭的声音。这些天我像个疯子一样拨了无数次你的号码，别人都说我疯了，但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我心底升起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很快杨宇接下来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小冉，我现在说的话你可能会不相信，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再过4个小时你会死。我现在所在的时间是1周后，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你从别墅的3楼掉落，后脑着地死亡，警方判定你是失足掉落，可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早上我们上山前，我偷听到了许江在打电话，他给你买了一份巨额意外保险，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小冉，那天晚上我一直想要和你说这件事情，但你却并没有给我机会。或许这次通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小冉，你马上离开房间去找我，我会保护你。杨宇急促地说道。此刻通话戛然而止。深夜，我分别接到了闺蜜和老公的电话，他们都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对方会在凌晨2点害我坠楼身亡。可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接上文，我转过头，却发现许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他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瞬间，我心底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许江，你醒了，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许江歪着脑袋看着我，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沉得厉害。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地说道：“小冉，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不对劲，我怀疑是我晚上喝的那瓶水有问题。”我回想起晚上杨宇给我们递水的时候，一瓶是常温的，一瓶是冰的。许江知道我不爱喝冰水的习惯，所以他肯定会选择那瓶冰的矿泉水。难道杨宇利用了我们的习惯，让许江喝下了那瓶有问题的水？小冉，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杨宇似乎有问题，但是你和他的关系太好了，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你来看一下这段视频。许江从手机里找出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我们3个月前订婚时候的录像视频。视频里，我和许江在众人的祝福下露出羞涩的微笑。此时，镜头扫过了杨宇的脸，他露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杨宇像是在微笑，但他的眼睛却刻意地睁得极大，死死地看着我们。老实说，我被杨宇的这个样子给吓到了。我们认识这么久，她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就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思单纯的女孩子。那天看完视频，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就去找了以前我们3人在一块的一些照片。看完许江手机的这些照片，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每一张照片上，杨宇的表情都相当的抽人，她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笑容夸张又刻意。之后，我去调查了杨宇的一些过往。你还记得他曾经告诉过你，他高中曾经被室友霸凌吗？我点了点头。杨宇的确说过这件事情，他高中被室友集体霸凌，后来就转学了。为此，我曾经很心疼他。许江深呼吸一口气，他给我看了一张新闻截图。2013年3月1日，建设中学405寝室发生意外失火，寝室内3人全部死亡，唯有一位学生因晚归未回宿舍幸存了下来。建设中学就是杨宇以前读的学校。我心脏砰砰直跳起来。这件事情，杨宇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我联系上了杨宇的高中同学，他告诉我，当年那场火灾，警方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但是没有找到证据，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而且杨宇从没有被霸凌过，相反，他和寝室里其中一个女孩的关系非常好，但是自从高2开始，他们的关系就不如之前。准确来说，是杨宇班上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害怕他。为什么？我疑惑地问道。许江的鼻尖冒出了微微的汗珠。高1的时候，杨宇被绑架过。他被绑架之前，性格是非常安静内向的，但是自从被绑架后，他的性格就截然大变，变得十分外向。杨宇同学说，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奇怪，甚至连饮食习惯都和之前不一样，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许江，我找到了当时杨宇被绑架时的新闻。我看到许江手机上当时被捕的绑架犯的照片，那是一个长相非常凶恶的女人。但令我最为恐惧的是，照片上的女人是笑着的，而且她的笑起来的神态和我之前看到的杨宇的笑非常的相似。许江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胆战心惊的话：“小冉，你觉得当时回来的是真正的杨宇吗？”我被许江的话吓得汗毛耸起。我回想起这些年和杨宇相处的点点滴滴。杨宇性格像个男孩子，但是对我一直都很照顾。我还记得大学有一回，我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衣服裤子上全沾上了呕吐物，狼狈的要命。是杨宇彻夜照顾我，一点点给我擦去身上的呕吐物。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要跟杨宇做一辈子的朋友。可我却突然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杨宇的过往，他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他高中发生的失火案和被绑架的事情。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我低头一看，是杨宇的电话，不，准确来说是来自1周后的杨宇。我看了眼许江，我去上厕所。我迅速走到房间内的厕所，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还是杨宇带着哭腔的声音。怎么之前电话这么快就断了？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有说完，打了好久才打通。小冉，我要告诉你一件关于许江很重要的事情。你死后，我一直在请人调查许江，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许江的哥哥从小性格就十分怪异，12岁了依旧尿床，喜欢虐动物，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这是典型的杀人犯前置。许江14岁那年，他的哥哥将同学打致重伤，赔了不少钱。就在他哥要去少管所的前一晚，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许江的哥哥在火灾里直接死亡。小冉，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许江要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你说当年在火灾里死去的那个人，会不会是真正的许江？我的心脏猛地一紧。双胞胎一般来都长得极为相似，如果当年活下来的不是许江，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呢？为了逃脱去少管所，许江的哥哥便以许江的身份活了下来。我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杨宇和许江说的话，到底谁是真的？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小冉，你没事吧？我听你似乎在里面和谁说话。许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连忙平稳呼吸，我没事。突然，电话里的杨宇压低声音，恐惧地说道：“小冉，你的死因变了，你的死因从高处坠落变成了心脏破裂，你是被刀捅死的。”我的心脏狂跳，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趴在了地上。透过门缝，我看见了许江的脚，还有他手上握着的极其锋利的刀。这时，手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1分钟的通话时间到了，剩余通话次数3。门把手枝桠缓缓扭动了起来，我惊恐地后退。下一刻，门开了。嘘，别出声，楼下有人。我睡得正熟的时候，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在黑暗中恐惧的双眼。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手心很湿，看得出他非常紧张。我看了眼床边的闹钟，现在是凌晨1点半。我们住的是复式公寓，房门是统一的密码锁，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楼下有人。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却没有上锁。我看到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我们习惯很好，而且都有一点强迫症，睡前会反复检查楼下的灯是否忘记关了。临睡前我还特意看了一遍，我记得很清楚，灯是我亲自关掉的。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是小偷？不，小偷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开灯，莫非是入室抢劫犯，或者是连环杀人犯？我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他要去锁门。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锁眼上的，要锁门必须要先把门打开，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当然，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通过短信的方式，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的，但是需要半个小时。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我们没有家物业微信，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这半小时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楼下的人就察觉到了。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2个杀死。我拉住了男友的手，满脸都是惊慌。男友也很紧张，他嘴唇都在哆嗦着，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地往门边走去，他先是趴在门缝下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对我摇了摇头，用口型告诉我现在走廊上没人。我没有松一口气，整个人背都绷得直直的，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一举一动。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男友开了门，迅速地抽出钥匙，然后关上门锁上。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但是很可惜他似乎听到了，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哒哒哒，脚步声很沉重，应该是个男人。我看了眼时间，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男友为了以防万一，让我藏在了床底下。我拿着手机，浑身发抖地钻了进去。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而我们都清晰地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仿佛停在了门口。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额头冷汗不断地流下。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出出。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这声音我非常熟悉，是我的最好的男性朋友蒋杰的声音。他是一名交警。蒋杰作为我的朋友，和我以及男友都认识。之前我家猫还没送人的时候，蒋杰经常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喂猫，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虽然不知道蒋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就听到蒋杰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初初，云泽在房间里吗？”云泽是我男友的名字。我刚要开口回答，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捂住了我的嘴巴。是云泽。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对我摇了摇头。我听到蒋杰继续说道：“初初，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如果云泽回来，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马上报警。”我愣住了，下意识地问道：“为什么？”蒋杰沉重地说道：“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非常恶劣地碾压了3次，造成老人死亡。我刚刚看了监控，肇事者是云泽。云泽骑车逃跑了，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我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泽，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他是温和的陆律师，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我怎么都不相信云泽会肇事逃逸，还会如此残忍地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可是蒋杰也没必要骗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在认识云泽之前，我有困难的时候，是蒋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我呼吸急促地看着云泽，眼神迫切地向他求证。云泽叹了口气，伸手想摸我的脑袋，却被我躲开了。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初初，你相信我，杀害老人的不是我，是蒋杰。当时我看到了蒋杰的车牌，我没有选择报警，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现在想来，蒋杰当时便发现了我，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云泽还是蒋杰，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云泽。我冷静下来，想起了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经常出差的我，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水果刀，用来削水果。这个习惯，蒋杰和云泽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蒋杰要拿一把刀上来？难道真的如云泽所说，蒋杰是过来杀人灭口的？深夜，卧室的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初初，你开门！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云泽更重要的消息，你让我进来。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蒋杰的语气越来越焦急。让我进来，白初！我害怕地躲到云泽怀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这股血腥味是从云泽身上传来的，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让我有点作呕。我缓缓松开了云泽，抬头看向他，为什么今晚突然喷了香水？云泽看着我，无奈地说道：“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不过不是蒋杰说的那样。白初，你相信我吗？”我看着云泽的眼睛，那是一双眼型非常温柔的眼睛，微微下垂。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我冷静地问道。云泽叹了口气，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竟然有一道长长的伤口，这道伤口上面贴了创口贴，但依旧有淡淡的血迹从上面渗了出来。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抓它的时候被它抓伤了。云泽淡淡地说道。这听上去非常像云泽的作风。云泽就是那种十分心软，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哪怕云泽跟我解释了半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撕开他的创口贴，确实是动物抓伤的痕迹。我松了一口气，十分抱歉地看着云泽。云泽，对不起，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云泽摸了摸我的脑袋，温柔地笑着看着我。门外的蒋杰应该听到了云泽的声音，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初初，你千万不要相信云泽的话，云泽，你他妈真的是一个人渣，
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是那个老太太。云泽撵了他3次之后，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就死死地抓住云泽。初初，你不是警察，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外头的蒋杰越说越激动，开始疯狂用刀在门上刺了起来。蒋杰的话让我对云泽又开始升起了一点怀疑，但只是一点。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我开口道：“蒋杰，我们都冷静一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外头的声音戛然而止，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蒋杰嘶哑到极点的声音响起：“白初，你为什么要报警？”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蒋杰，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我的声音充满了寒意。我认识的蒋杰就像一个小太阳，温暖着身边的人。我没有，是云泽。外头传来蒋杰的吼声：“你不能让警察进来，你不能！”我不想与蒋杰多说什么，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云泽坐在我旁边，握住了我的手。突然，我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隙，衣柜一直放在房间里，里面放着的是我和云泽冬天的衣服。我至少有1个月没有打开这个衣柜了。此时，我的眼睛余光看见衣柜的那个缝隙里有一双惨白的脚，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我缓缓抽出了我的手，不自觉地离云泽远了一点。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释放着寒气。我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云泽，衣柜里是什么？说完，我死死地盯着云泽的表情。云泽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他站了起来，没有丝毫隐瞒地拉开了衣柜的门。衣柜里放着一具人体模型，刚刚我看到的那双惨白的脚正是这具人体模型，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我的男友为什么会瞒着我在衣柜里藏着一个人体模型？云泽解释道：“初初，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这个官司我听云泽说过，一个男孩被判定杀人，但男孩却坚持声称自己没有杀人。男孩找到了云泽，要求他为自己辩护。”云泽继续说道：“所有人都认为那男孩杀了人，包括警察，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他没有杀人。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云泽的表情一如既往的真诚，就像我当初与他相遇一样。他在一个地铁站里扶起了不小心崴到脚的我。我选择了相信云泽。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只要再坚持8分钟，真相就大白了。外头的蒋杰似乎放弃了破门而入，但他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白初，你真的了解云泽吗？我和云泽谈恋爱这1年，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现在想起来，云泽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云泽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然后靠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法考，又一步步从实习律师到了现在的金牌律师。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云泽，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我们3观更是契合无比。人的感情是很自私的，虽然我和蒋杰有10来年的感情，但我依旧选择相信了云泽。初初，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云泽他一直在欺骗你。蒋杰愤怒地说道。我的微信响了好几下，蒋杰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我抬头看云泽，云泽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我看到他的手放在了睡衣的口袋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我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脚步缓缓地朝着门边靠近。我一边注视云泽的举动，一边看了眼微信。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偷偷打开，就见上面写着一句话：抢走你前桌的试卷，并向他表白，否则10秒后他将死亡。我的前桌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也是我的暗恋对象。我计划高考完就向他表白。这纸条是怎么回事？让我在高考考场上向人表白？恶作剧吗？虽然我想不通监考老师为什么要恶作剧，然而下一瞬，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屋顶挂着的老式电扇突然脱落，锋锐的扇叶朝着前桌的脑袋削去。我的脸上一阵湿热，脑袋一阵空白，身体僵在那里，发不出一点声音。这时，门外突然进来2个穿白大褂的人，将前桌的尸体抬走了。地上的血迹也很快脱干净。更诡异的是，四周的考生全都在认真做题，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冷。要是我刚刚真按纸条上的做了，前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打开那纸条，心脏猛地一跳。那纸条上的字居然发生了变化，去打最后一排考生的脸1巴掌，否则30秒后他将死亡。我迅速起身，来到最后一排。巧的是，最后一排是我学校的校霸，我很怕他，平时看着都要开走。我深吸一口气，伸出手，在他脸上猛地甩了1巴掌。校霸猛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他妈的，你敢打老子！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揪起我的领子，将我压在墙上，另一只手握拳抬起，就要朝着我脸上揍来。就在我下意识闭上眼睛，准备迎接剧痛的时候，突然响起一声轰隆巨响。我和校霸同时转头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校霸刚刚坐着的位置居然塌陷了下去，灰尘蒙蒙，那洞似乎很深。要是校霸刚刚没站起，可想而知是什么下场。校霸愣了一下，放开了我，你小子救了我。很快，校霸也发现了不对劲，他们怎么都没反应？这么大的动静，监考老师和考生竟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我看到2个穿着白大褂的在教室门口张望着，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这咋回事？校霸着我问道。他问我问谁呀？好在现在校霸和我一起，2个人也有个伴，有事可以商量一下。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的字再次发生变化。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千万别和他交谈。我刚看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吗？”
面前是一个陌生的男监考老师，五官端正，长得还挺好看的，脸上正挂着温和的笑。我刚想说话，想到纸条上的规则，于是低头看向他的监考证，照片居然是黑色骷髅头。老师，这里塌了个大洞，你快来看看怎么回事！校霸连忙叫道，似乎很高兴，终于有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了。我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监考老师在校霸的指引下走了过去，这洞有点大，得找东西补补。监考老师看向校霸，笑容逐渐变得诡异，突然伸出手，在校霸的背上推了一把。下一瞬，校霸就被推进了那个深坑里。很快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校霸没了声息，只有浓郁的血腥味从深坑里冒了出来。校霸死了！我僵在那里，寒意从背后冒了出来，因为那监考老师已经走到我的面前，正直勾勾地盯着我，笑得诡异。同学，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刚想拒绝，就看到纸条上浮现出新的一句话：不要拒绝监考老师的任何要求。从刚刚发生的事可以看出，这纸条上的话就是规则，不遵守规则就会死。我看着面前诡异的监考老师，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你想拒绝我？监考老师停下脚步，转头看向我，眼神里闪耀着兴奋。我没说话，跟了上去。监考老师的脸上闪过失落，我跟着他的身后走出了教室。踏出教室的门，我就察觉到诡异，整个考场都很安静，天空雾蒙蒙的，对面的教室看不太清。我路过几个教室，都是空的，这好像已经不是原来的考场了。到了，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我看向眼前的办公室，门开着却黑漆漆的。更不妙的是，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有什么怪物在吞噬着血肉。监考老师再次开口：同学，快进去。他的声音里带着兴奋，你只能犹豫10秒钟哦，10秒钟不进办公室就会死。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进去也是死，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如果不按照纸条上的要求做，就会死。前桌和校霸都已经死在我面前，此刻监考老师让我进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办公室，10秒钟不进办公室会死，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进去也是死，我该怎么办？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就在我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这位同学，考试时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快回到你的考场去。我转头就看到一位女监考老师站在我背后，我看向她的监考证，那上面的照片是她自己的照片。纸条说不能拒绝监考老师的要求，这2个老师的要求产生矛盾，我当然要遵守后面一个老师的要求啊。我连忙转身朝着教室快步走去，转身余光扫过骷髅头老师，瞥见他脸上的不甘还带着狰狞。走出一段距离，我看向身边的女老师，老师，这究竟怎么回事？老师没说什么，而是塞给我一张东西，就转身走了。我看着，那是一张染血的准考证，名字叫张丽。张丽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我很快想起来，确实有个叫张丽的学生，是另一所学校的学霸，在我的上届参加高考，却在高考考场上自杀了。转眼我就来到考场门口，走了进去。我在门口停了一下，考生们依旧机械地低着头埋头做题。张丽，快回到你的座位上。这时，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他看向的是我。我愣住了，为什么叫我张丽？我不是张丽，我的脑袋像是卡住了一般。我叫什么？监考老师阴森森的目光扫了过来，我连忙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监考老师那阴森森的目光便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一摸后背，已经冒出一层冷汗。我的脑袋混混沌沌的，拿起笔，在面前的语文试卷上做起来。我要认真做题，我要考第一。不经意间瞥向桌子上的准考证，脑袋像是被什么砸了一下，突然清醒过来。我不是张丽，张丽这名字看着像男生，其实是个女生，从证件照都能看得出是个很恬静的女生，而我明显是个男生。监考老师是怎么把我认成张丽的呢？我看向自己手里的纸条，诡异的是，那纸条居然变成一张白纸，刚刚出现字，仿佛都是错觉。我看向四周，考生们都在奋笔疾书，2个监考老师在教室里轻声走动着，一切都仿佛恢复正常了。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女生冲到我的面前，抢走了我的试卷。我喜欢你，她表白道。以往要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向我表白，我早就高兴得飘上天了，此时却毛骨悚然。我连忙站起身，要抢回我的试卷。与此同时，锋锐的山叶擦着我身体飞过，落在地上，发出巨响。可想而知，我要是刚刚不站起来，那山叶能削掉我半个脑袋。我心有余悸，冷汗涔涔。这位考生，发生了什么事？监考老师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看向的却是刚刚那个女生，告诉老师发生了什么事。那女生紧闭着嘴，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监考老师又露出那诡异的笑，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那女生都快吓哭了。我的目光扫过监考老师的监考证，是她的照片。我开口道：老师，我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这风扇的山叶掉下来了。监考老师这才看向我，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极为不情愿地走开了。谢谢你啊。那女生松了一口气，低声道：你刚刚为什么不敢说话？那女生将手里的纸条递给我看，写着一句话：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千万别和他交谈。和我猜测的一样，他也拿到一张纸条，上面会出现规则。那监考老师的照片是骷髅头，他低声道。我心中更加疑惑了，我上一次看到的也是骷髅头，这一次为什么变成了他的照片？我和那女生低声聊着天，其他人依旧在奋笔疾书，监考老师也像完全没注意到一般。女生叫舒然，也和我一样的遭遇。监考老师突然塞给她一张纸条，之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我们都是可怜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只能合作，才能找出出路。我和她共享了信息，张丽是死人，死人不受纸条上的规则束缚。舒然确实很聪明，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我拿到张丽的准考证，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就成了张丽，纸条上的字消失了，没有规则在束缚我。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诡异的世界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活着。我之前经常玩剧本杀，我觉得突破点就在张丽身上。舒然继续道，
突破点在张丽身上。张丽的自杀没这么简单，说不定只要挖掘出真相就能出去了。我心里也燃起了希望。最可怕的是未知，有了努力的方向，也没那么彷徨不安了。问题是去哪里找寻真相呢？怎么办？住在对门的那个男人好像杀人了。周五晚上10点，打算早早睡觉的我再次去检查了一下防盗门是否有反锁。和往常一样，作为独居女性，我十分有安全意识。然而对门却并不受暴雨的影响，传来的吵闹声依旧明显。对门住着一家3口，是年轻小夫妻李建明和杨蕊以及他们4岁的儿子杨洋。小夫妻在小区不远处开了一家面馆，味道不错，我是他家的常客。我有时候周末不出门，点外卖也是点的他家，每次都是杨蕊给我送的餐。小男孩杨洋也在楼道碰见过几次，白白胖胖的，每次碰见都爱发给我奶糖，可爱的很。可最近总是从对门传出吵架声，还好声音不是很大，并没有太影响邻居们休息。久而久之，我习惯了对门小夫妻吵架这件事。我心里自嘲道：如果哪天不吵，都要怀疑是不是出事了。不过今天对门的吵架声比以往还要大声，我听见楼上的老太太已经忍不住出声指责李建明和杨蕊了。可是我今天实在是太困了，伴着吵闹声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尖叫吵醒了我。我茫然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灯，没亮。我借着手机的亮光到了客厅，客厅的灯同样没亮。我正准备出门看看是不是跳闸了，外面传来砰的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声让我清醒不少。半夜独自一个人去楼道里，这可有点危险。脑海里警铃大作，我谨慎地靠近防盗门，小心翼翼地通过猫眼查看外面的情况。楼道没有亮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看来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外面的暴雨还在继续，我的瞌睡又来了。见楼道里没有异状，正准备回去继续睡觉，这时天空中一道闪电劈过，一瞬间照亮了楼道。待看清楼道里场景的那一刻，我双手立马捂住了猫眼。我不敢相信我刚刚看见的那一幕。对门防盗门敞开，李建明正举着一把菜刀往下砍，杨蕊满身是血趴在地上。报警！对，马上报警！我竭力让自己冷静，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将自己埋在被子里，颤抖的手点着手机，可最后一个号码还没按下，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停电了，杀人犯就在外面，报警电话也打不通，我到底该怎么办？稳住！李建明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只要保障我不出家门作死，等到来电报警，等到明天我就没事了。我摸着黑，蹑手蹑脚反锁了卧室门，并找到了窗台上的晾衣杆，牢牢地抓在手里。手机有电池，我看过时间，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只要再撑过3个小时，天就该亮了。砰砰砰！有人在撞击我家的防盗门，李建明发现我了，我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躲进了衣柜，手里死死地抓着晾衣杆，盯着衣柜门不敢闪神，全身肌肉紧绷，手心里不停地冒汗。我现在有防盗门、卧室木门、衣柜门3层保障，李建明应该闯不进来。救命！救救我！耳边传来杨蕊虚弱的呼救声。我在衣柜里不敢动，极力地说服自己是出现了幻听。我在衣柜里不应该能听到门外杨蕊求救的声音。暖暖，救我！杨蕊在叫我救她。我猛地打开衣柜门，在迈脚的那刻，窗外又一道闪电劈过，这让我清醒了不少。杨蕊的声音消失，撞门的声音同样也消失了。我的眼泪彻底止不住了，死死憋着不敢发出哭泣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出来救你，我救不了你。